霸道总裁第一天回国，便被自己上学时期的初恋女友撞了车。然而他并没有与其相认，而是吩咐助理留下他的电话。原来在新港市，季星一早醒来，便接到母亲打来的电话，催促他赶紧和自己的男友邵一晨结婚，并安排双方父母见面，将婚期定下。然而季星却觉得与邵一晨的感情十分稳固，认为眼下买房才是首要之事。你还是买房子重要，好房子不等人，万一好房子没了呢？等我们买了房子，结婚不就是办个手续的事儿吗？在和母亲挂断电话，和自己的好友涂小萌打过招呼后，便匆忙前去上班。然而却没想到他平时经常坐的地铁，今天却突然临时关闭进行检修。面对这一突发状况，季星急忙在手机上查找网约车，却发现高峰期的车辆都需长时间等待。于是他选择了共享单车骑行前去上班。而另一边的韩婷，因为爷爷的一纸吊唁，便让他从德国回来接手东一。刚回国便看到董事会的汪董正在打电话说着自己的坏话，甚至还要在董事会上给他一个下马威。就在这时，汪董看到身边的韩婷也是一惊，匆匆挂断了电话。小韩总，王董，好久不见。您不是从德国直接飞新港吗？我是来保护你的，特地转了机，从深圳跟你同一个航班过来。小韩总说笑了啊，我有什么需要保护的呀？韩婷深知自己此次回国接手东一必定会遭到董事会的为难，便特意转机从深圳飞往新港和汪董见面，并把自己所掌握汪董买豪宅的把柄交给他，希望他能在董事会上支持自己。这一次我回国入主东洋医疗，还需要你的大力支持。小韩总，你说需要我怎么做？而韩婷一下飞机便收到自己堂姐打来的电话，提醒她董事会不要迟到。如果你要迟到了，得罪了董事们，做姐姐的可帮不了你啊。看来姐没收到通知。任总，汪总说他临时有事，来不了了。原来韩婷的堂姐忌惮她接手东一，便想利用董事会给韩婷一个下马威。然而没想到韩婷却先发制人，直接把董事会给搅黄了。但凡我这个堂姐知进退，放弃东洋医疗，我也不至于这么对她。通知曾迪我要去广华了吗？通知了，邹总说都准备好了。而此时的季星正骑着共享单车前往公司，途中他接到同事打来的电话，称上级林震正在试图窃取他昨晚加班完成的报告。季星听后对此并不在意，他早已有所防备，在报告里做了手脚。就在季星挂断电话过红绿灯时，他差点被一位边骑车边打电话的男子撞到，但由于季星的紧急躲闪，导致了一位外卖小哥直接撞上了旁边的豪车。男子见状迅速骑车逃离了现场，季星看到后毫不犹豫地追了上去，留下外卖小哥独自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状况。你这车一定很快吧？我真买不起啊！照片我已经拍过了，具体的赔偿呢，需要等定损之后才能知道。定损？救他！就在外卖小哥不知该怎么办时，季星却骑车折返了回来，主动承担了自己相应的责任。他认为外卖小哥是为了避让自己才撞坏了车，决定和外卖小哥一起赔偿车辆的损失费。车内的韩婷在听到季星的声音后，便一眼就认出了季星。原来韩婷与季星早在学生时代就已相识，并且她心中对季星还怀揣着一份特殊的情感。她并未选择立刻与季星相认，而是吩咐助理留下他的电话后让他离开。季星在留下电话后，对车里坐的人也产生了好奇，随后便匆忙赶到公司。刚来到公司，便看到林震正在向大老板讲解着自己的报告。正好赶上个大型摘桃场，接着桃还是蟠桃，被林震摘了之后，整体规划，他升天也下凡。那谁知道大老板突然回来啊？哎，做第一个的就是吗？让自己的员工陪玩，这就是你的推广方式。女老板为了取悦客户，竟让自己的女员工充当陪玩，然而却遭到霸道总裁的批评。原来季星因为撞车事件导致上班迟到后，便看到自己上司林震在会议上想要窃取自己昨晚加班写的报告。然而季星却对此并不在意，因为他早已做了充分准备，在这个报告里做了手脚，直接让上司露出了破绽。我们一共分为返回上一页。这是核心算法的模型吧？展开讲讲。面对韩婷的追问，林震一时无法回答，便谎称自己准备的不是很全面为由，想要蒙混过关。然而却被韩婷一眼看出报告不是他做的。台下的经理见状，也说出了报告是产品工程师季星所负责的。季星，你上去。当季星上台时，他惊讶地发现面前的大老板竟是自己曾经一起设计诊疗机器人的同学韩婷。两人对视一眼，并没有相认。季星在上台后，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详细地讲解了自己写的报告内容。而台下的韩婷看着面前的季星，想起了两人曾经一起设计诊疗机器人得奖的画面。最终，季星经过自己的详细汇报，夺回来了自己的劳动成果。多亏大老板，你的桃拿回来了。
今年咱们团队最高项目奖金你是稳了。看林真平时嘚瑟的不行，这回摔惨了吧？幸好今天投资人眼光毒辣，看出来 no。季星原本以为韩婷会和他相认，然而没想到散会后韩婷却直接离开了。季星对此产生疑惑，便开始在网上搜索韩婷的资料。就是他呀，不认得我了？他是当了大老板，装不认识我呀？就在季星和师弟苏之洲商谈创业计划时，曾迪突然打来电话，邀请季星晚上陪他去星月应酬客户，还让季星好好打扮一番。季星挂断电话后不敢怠慢，便找到自己的闺蜜涂小萌帮忙为自己化了妆，还特意喊来经验比较丰富的好友丽丽前来把关。我大概能猜到她的风格了。你先去把妆卸了。季星在经过2个闺蜜的精心打扮后，便坐上了曾迪的车前往星月。途中，曾迪让季星好好表现，争取把仁爱医院的公子小赵总拿下，并承诺如果办成此事，给他奖金翻倍。一会儿过去，我们都好好表现，争取把小赵总拿下。如果这次项目合作达成，我给你奖金翻倍。谢谢曾总。季星听到奖金翻倍时，对此产生了期待。然而没想到，当他来到星月时，却发现韩婷也在场。在一番介绍后，季星便被安排坐在小赵总身边，一起玩起了牌。看着小赵总在为自己手里的烂牌发愁后，季星便主动提出帮小赵总打牌。而对面的韩婷看着季星玩牌的场景后，想起了2人当年一起玩牌的画面。那你刚刚为什么不压我？哦，原来在这儿等着给我最后一击呢。是啊，早就算准你的牌了。玩个牌又算概率又算人性的，你累不累？就你这水平想赢我，还得靠我放水。韩婷看着手中的牌心有所思，便在牌局中对季星故意放水。小赵总看到季星赢了这把牌，便对季星连连夸赞，甚至把自己的手搭在了季星的肩上。韩婷看到后内心泛起层层涟漪，随即便借口打电话为由离开。曾迪察觉到韩婷的异常，便起身前去查看。让自己的员工陪玩，这就是你的推广方式。这一晚上，大家给小赵总哄得挺高兴的。再说了，你不也在配合我们放水？让他走吧，这是个私人局，有外人在我不习惯。的深入了解，成功获得了小赵总的认可。就在小赵总想要加季星的好友时，曾迪及时将季星叫了出来。当季星出来时，刚好与进屋的韩婷面对面经过，两人如同陌生人般依然没有相认。今天晚上辛苦你了，那你就先回去吧。你别多想，韩总正好跟他们有些私事要谈，有外人在可能不太方便。你打个车回去，车费记得拿到公司来报销。季星听后内心非常失落，以为自己的奖金又要泡汤，最终也只能无奈离开。她回到家中便向闺蜜抱怨韩婷的冷漠，认为她如今高高在上，看不起昔日战友。她也是抓紧时间。韩婷当年由于自己走得比较着急，便和季星发去信息表示歉意，并约定两人以后保持联系。然而命运却让两人对彼此产生了误解。季星因为很早以前便更换了，甚至打电话都没有人接，认为季星对自己根本不感兴趣，早已把自己忘记。就这样，两人也错过了10年。如今两人见面之所以不和季星相认，是因为韩婷感觉今晚的牌局太过复杂，她怕季星受到牵连，更看不惯小赵总对她动手动脚的行为，这才让曾迪将季星赶出了。根本就不感兴趣，连短信都没回。早就忘了我了吧？哎，不是，有没有可能阴差阳？看到申请后，误以为对方是要追究撞车赔偿的债主，便开始在网上搜索剐蹭车辆的赔偿问题。当他看到搜寻的结果后，内心有钱一辈子的。总裁空降到家族企业中，却遭到堂姐的百般刁难。而另一边，女孩参加公司举办的期要得到一小波增长，甚至立下军令状，在2年之内将东一的股票翻倍。好。便被自己的上司陈总监叫去了办公室。他利用季星经常熬夜加班和对小白项目的贡献为由，不停地为季星画着大饼，甚至因此明白了一切不过是画饼充饥，竟不敢相信自己所听到的消息。质问朱总不仅不道歉，反而当众指责季星穿着暴露勾引他。季星对此非常生气，果断拿出手机选择了报警。而朱总面对警察，那你有证据吗？或者你找谁来给你作证呢？就在季星看着面前的衣冠禽兽，无法将其治罪时，最好立刻道歉，否则等监控视频摆在你面前，就不只是撒谎这么简单了。最终朱总承认了对季星所做的一切，被警察带走。季星也自证了清白。怎么样？已经按照您说的办法把朱磊给炸出来了。季星呢？
话后，季星想起了唐宋今天帮自己的事情，便向他发去信息表示感谢。然而他没想到加好友的人竟然是韩婷。怎么会？韩婷，你个无耻的人！第二天，季星前来公司上班，察觉到同事们对他的异样目光，对他进行了各种猜疑。整个销售部更是把朱总的离开全部怪罪到季星的头上，甚至怀疑季星和韩婷有了关系。两人的事情被同事们在内网上朱总抓了起来，遭到同事们的各种猜疑，甚至怀疑他和韩婷关系不一般。曾迪得知后，嫉妒他和韩婷的举手之劳。此时的天空下起了大雨，韩婷想送季星回家，被季星婉拒。然而就在季星打车回去的途中，出租车司机对广播里一位女员工遭到集团高管性骚扰事件进行了评价，怀疑是女员工故意设计。季星听后，由于自己刚发生了此类事件，便和出租车司机发生了争执。这种事儿再发生就各打50大板，男的有错，女的也有错。停车！前面车这么大雨，你又不好打车。停车！不是，你不停我投诉你啊！停！出租车司机听后非常无奈，最终将季星放在了公交站台。就在季星坐在站台等待车辆时，韩婷突然下车前来送他回家。韩总，送你回家。你再犹豫一会儿，都到家了。在车上，韩婷主动与季星相认，认为他10年来没有任何变化。季星听后非常吃惊，他以为韩婷没有认出他，所以一直未与他相认。没想到他早已认出了自己。韩婷询问了季星换号码的事情，得知季星上大学时便换了手机号后，才终于明白这么多年一直和季星发信息没有得到回复的原因。啊，我大学的时候就换了，怎么了？没什么。次日，季星被陈总监派到新港医院跑外勤，却意外遇到了医院因系统出现紧急故障，导致患者因为等待不耐烦而出现拥挤。季星见状便和李主任打去电话，希望能为医院系统进行检修。智慧云医生这么复杂的系统，你能搞定吗？现在外边都一团乱了，您还不如让我试试，那总不比现在更糟吧？行，那你试试吧。最终经过季星的一番维修，成功排除了医院系统的故障，赢得了李主任的赞赏。就在这时，韩婷接到通知，也特意赶了过来，刚好碰到季星为医院排除了故障。韩总，今天这个系统漏洞看起来不像是意外。我看到有人他很准确地说出了东阳医疗智慧云医生的名字。哎，你们医院没事搞成新系统，叫什么智慧云医生，对吧？东阳医疗搞的，还大公司，骗钱的。还是受害者。而且陈总监，您确定我升不了职就是因为庆功宴上的事儿吗？女孩在面对领导的不公平打压后，果断向其递交了辞职信。原来季星在为新港医院排除系统故障后，察觉此事并没有那么简单，怀疑有人故意在背后捣乱，便把此事告诉了韩婷。韩婷听后对此并不在意，而是感谢季星为医院排除了故障。季星则提醒韩婷要尽快对系统进行升级，这样才能避免后顾之忧。就当韩婷想要送季星回家时，却被季星婉拒。韩婷猜出了季星心中的担忧，便鼓励他不要在意别人的眼光，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点委屈承受不住。哪能？季星，不用那么在意别人的眼光。拴了链的鹰是飞不到高空的。做自己，不要活在别人的话语里。韩婷离开后，季星再次遇到在医院碰到的那位老人。由于他的手机没电关机了，他便借季星的手机为儿子打电话保平安，还为季星维修好了医院的系统表示感谢。临走时邀请季星有空去青田渔村玩。而另一边，曾迪本想让陈总监借机打压季星，没想到他居然在韩总面前立了功。对此，曾迪特别生气，便让陈总监再次给季星施压。有时候手下人有上进心呢是好事，但要是爬得太快了，很可能会影响你自己的位置哦。我明白了，我这就去教育他。陈总监再次将季星叫去办公室，想让季星下基层开展诊疗工作，并擅自为他提交了报名。季星对此提出了质疑，而陈总监则还想给季星画大饼。然而季星对此根本不相信，直接说出了自己在庆功宴上听到他和朱磊的对话。您跟我画最大的饼，让我做最重的活儿，还特意去人力总监面前美言我，让我升不了职。我都听见了。不是季星，你都是从哪儿听来这些话呀？不是季星，你先别激动，你要知道有些事情，那我也是身不由己啊。好，那您做不了主，我就去找能做主的人问问。
季星见陈总监做不了主，便转身找到曾迪。他原本以为曾迪会为自己做主，然而没想到曾迪却对他非常冷漠，甚至把所有的责任全部归到季星身上。我知道你能力突出，但公司也给了你发展的空间。我希望你眼光放得长远一些，要清楚，不是每个公司都能让你做你喜欢的事儿。季星回到座位，想起陈总监和曾迪的话，内心非常失望。陈总监看到后连忙上前说好话，甚至还在为季星画着大饼。然而季星则直接向其递交了辞职申请。季星，你可想好了，你入职的时候可是签过竞业协议的，一旦辞职，这2年你都无法在这个行业工作。辞职信我一会儿发你邮箱。好，就算你离职，你还有1个月的交接期呢。这手头上的事情你也得给我善始善终，必须服从公司的安排，随叫随到。季星不想听陈总监的警告，直接扔下工牌离开了公司。在楼下刚好碰到前来公司的韩婷，看着季星气冲冲地离开公司，韩婷便猜出了季星因为离职而离开。您之前说要招进了解进江博士的团队，让 HR 联系他吗？先把简历发给江博士。好的。季星走出公司，便和邵一晨打去电话告知此事。他明白自己这么一走，属于自己的奖金和工资也全部没有了，而2人的买房计划又要延后了。邵一晨得知此事后，把同事的邀请吃饭全都给拒绝了，想要早日完成工作回去陪季星。先生，您选的这枚钻戒有个很梦幻的名字，叫爱似繁星，象征着至深的感情。谢谢。跟我。让大家病有所依，生活得更好。这就是我的初心。季星辞职后便每天在家休息放空自己。闺蜜看到后认为季星终于实现了睡到自然醒的愿望。就在2人聊天时，季星收到了学弟苏之洲打来见面的电话。由于在家闲着无事，便来到2人相约的地点。季星把自己辞职的事情告诉了苏之洲，苏之洲对此非常开心，邀请他加入自己的创业团队。但季星婉拒了这个提议。虽然我不太清楚你都遭遇了什么，但是我能感觉到这次离职你特别不开心。那既然不开心，又何必呢？你想，咱们以前学校那会儿，你多潇洒，多耀眼啊！晚上，季星和闺蜜一起吃饭时，收到了一份公司对青田渔村基层调研的行程安排。当她正犹豫要不要前去时，闺蜜听到季星所说的渔村是青田渔村后，认为渔村的环境挺漂亮的，便决定带着季星一起前去散散心。这是智慧云医生联合小白基层调研的地点及行程安排。与此同时，韩婷也收到唐宋递交的公司项目的行程表。当她看到季星也在名单中后，便决定亲自前往渔村。季星乘坐公交车抵达渔村时，韩婷已在车站等候，亲自送她到调研地点。途中，韩婷主动邀请季星加入江博士在东一的人工智能团队，并提出优越的薪资待遇，还承诺解决她的竞业禁止问题。谢谢老同学这个时候给我发出邀请，但是我现在这样，现在哪样？迷茫且自我怀疑。觉得付出和回报不成正比吗？季星一直认为付出和回报应该是对等的，然而现在却发现人情世故比专业的技能重要。韩婷听后劝其要不断的学习适应环境，以免被社会淘汰。然而作为以技术为初心的季星来说，他不想被这种环境所同化，也不想成为那样的人。不想被同化，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找到自己契合的群体。江博士跟你一样，是个人情上不愿意拐弯的技术派，没准你们2个认死理的人能闯出一片不一样的天地。以你现在的情况，没有比跟江博士合作更好的选择了。由于渔村比较偏远，村里很多村民的病情，因此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就在季星正在忙于引导村民排队时，突然被之前在医院碰到的老奶奶喊住。老奶奶得知是季星设计研发的小白后，对此非常感激，还拉着自己的老姐妹前来看牙。然而就在老奶奶看完牙后，季星想要上前搀扶时，却遭到她的拒绝。怎么了这是？哎呦喂，你慢点儿，不用扶，不用扶，我自己能走。原来这个老奶奶年轻时遭遇了车祸，导致一条腿被截肢，而且她的自尊心特别强，从来都不让别人搀扶，因为没有钱定做适合的假肢，平时只能买现成的假肢佩戴，经常会因为磨损导致膝盖受伤。以前是多开朗漂亮的一个人啊，就因为这条腿，一个人过到现在，耽搁了一辈子。
晚上，季星回想起白天老奶奶的场景，思绪万千。他开始犹豫是否要接受师弟的创业邀请，还是加入韩婷的东医团队。这2份工作让他陷入了难以抉择的境地。就在这时，韩婷从他身后走来，他看出季星心情不好，便鼓励他遵从自己的初心，努力向前看。韩婷的一番话，让季星想起了2人参加人工智能大赛的获奖感言。那时候的几人目标明确，朝着一个方向卯足了劲向前冲。有时候走得太远，会忘记来时的路。人开始有梦想都很容易，但想要坚持却很难。只有不忘自己最初的梦想，到最后，你才能得到你想要的。经过韩婷的一番提醒，季星也终于想通了，找回了自己的初心，让大家病有所依，生活得更好。随后2人一起离开了沙滩，回去休息。那天聚餐你为什么没来？走得急。那你至少打个电话呀。我的错。